据报道，这场蛇岛争夺的战斗非常激烈，乌军派出由100名士兵组成的自杀式突击队试图登陆，被俄军挫败。27具乌军士兵尸体还被留在蛇岛海岸上，3艘半人马坐骑装甲突击艇也在行动中被摧毁。另据俄军公布的消息，此次抵御乌军突袭的行动还击落了乌军的4架固定翼飞机、3架 TB2 无人机、4架武装直升机和1艘突击登陆艇。当然，这次看的话，那么双方都有损失啊。乌军损失更大一些，有人员伤亡，损失了战斗机、直升机，俄军也有，包括被 TB2 击落的这个直升机，所以我估计今后双方可能对这方面还有争夺。而在这次蛇岛争夺战中，乌军的 TB2 无人机表现不俗。根据乌军公布的若干视频画面显示 ，TB2 无人机不仅摧毁了一架正在着陆的俄军直升机，还击毁了刚运到蛇岛上的俄军道尔防空系统和1艘俄军登陆舰。该舰紧急运送的道尔防空系统还未卸船就被炸毁。据说它的飞行高度大概5000多米，这个高度实际上让俄军的一些武器很尴尬。就是说，有些高炮打不到，有些导弹呢，也许能打到，但是还不一定能打中，啊，即使打中了，可能交换比也不合适，因为导弹可能很贵，啊，总之吧，就是没能全部消灭，这个就造成了一些隐患。就是说你没有击落的话，那么它毕竟是无人机，可能通过观瞄设备上面还有那个制导炸弹，可能就会对俄军造成一些损伤啊。但是我觉得靠这款无人机能完全扭转战争的局势也是不现实的。有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，虽然乌军这次行动遭受重创，但有迹象显示，乌克兰正向敖德萨附近运送美制 M777榴弹炮和精确制导炮弹。这些现代化火炮的射程可以覆盖蛇岛上的俄军阵地，未来不排除乌军再次发动进攻的可能。评论员秦真也分析表示，蛇岛面积狭小，易攻难守，又远离克里米亚和俄军其他控制区，蛇岛的争夺还会继续。不过，乌军的胜算并不大。蛇岛是一个很小的岛，大概几个足球场面积大。它是一个叫易攻难守，而且俄军拿下它之后，毕竟要输送很多的平时的支援的物资啊等等，包括直升机啊，经常要这个到岛上停留等等啊。这个实际上也为乌军对它进行袭扰也造成了提供一定便利。倒过来说，即使乌军占领了蛇岛，那么俄军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攻击。所以总的来说，双方都有争夺。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，我觉得乌军是不大可能能拿下蛇岛的。此外，这次蛇岛争夺战还暴露出西方国家正在给乌克兰下指导棋。5月9号，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乌克兰军队企图夺取蛇岛的情况，称在美国和英国顾问的直接参与下，乌克兰总参谋部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直接命令，策划了一场夺取蛇岛的重大挑衅。5月11号，俄罗斯卫星网进一步披露，袭击蛇岛是英国顾问的想法。虽然乌克兰总参谋部反对，但泽连斯基直接下令，并要求在5月9号之前取得结果。而5月9号正是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7周年阅兵式的日子。英国现在脱欧了。脱欧了，他又强调所谓要回归一个全球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国的地位啊，因此借这个俄乌冲突，他有上蹿下跳，表现得很卖力啊。再加上英国首相约翰逊，他本人也有一些个人的考量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他违反了这个英国的抗议规定啊，他要接受处罚，所以他为了挽回他个人的一些形象，所以你看他很早就在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当中率先访问基辅啊，而且要允诺对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援助。也可能英国认为就是说给他出谋划策，认为如果拿下蛇岛，比如说在对宣传方面，包括对西方国家内部也有一些宣传的作用，就好像说你看西方援助了乌克兰这么多装备，这么多的金钱，然后乌克兰也能取得一定战果啊。当然最后结果是看他是没能达到目的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俄乌冲突什么时候才能平息还不得而知。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发文称，基辅方面欲动员100万人入伍，以对抗俄罗斯军队。截至5月9号，俄罗斯未能通过军事手段摧毁乌克兰。有鉴于此，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漫长的战争阶段。为了赢得胜利，我们必须仔细规划资源，避免错误。
在冲突爆发的第一天，乌克兰南部的蛇岛就备受关注。近日，乌军还以自杀式突袭的方式试图夺回这个小岛，与俄军进行鏖战。请教一下杜先生，这个原先并不起眼的小岛为何会成为冲突焦点？蛇岛被称为黑海奥德萨的门栓，如果一旦在这里进行军事占领，对于沿海的输送，包括海上的作战编队，有非常强的控制能力。所以这个点位呢，无论是对乌克兰的战略运输、军事运输，包括出口，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。所以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后，俄罗斯立即攻占了蛇岛。乌克兰这次反攻蛇岛，实际上还是想通过攻势行动显示自己强大的军事存在。一旦夺回蛇岛，那么对于周围海岸线的控制能力就能够解除，而且在南部方向，乌克兰海军小型作战舰艇的行动也将会获得一定的自主权。